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咪33，欢迎进入鬼灭学院。伴随着第二季的完结，我们迎来了鬼灭之刃的第三季。还没看过第二季的小伙伴们，请移步频道页，打开播放列表栏目，点开鬼灭之刃第二季的播放列表，按顺序观看。33的建议是一次观看2到3期，不要超过5期节目，让大脑和眼睛适当的休息休息，劳逸结合嘛。而且在休息的同时，也能有更多的时间慢慢品味鬼灭之刃带给我们的灵魂冲击。 OK， 闲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正题。鬼灭之刃的第二季主要讲了吉原花街大战，最终以鬼杀小队的胜利而终结。在这一战中，无论是炭治郎、祢豆子、善逸还是伊之助，都获得了极大的成长。第一次直面上弦的鬼，众人的表现可谓是可圈可点。那不放弃、不气馁、坚守信念的决心和毅力，就连身为上弦的基夫太郎都为之动容。几次三番在绝境之中绝地反击，一次次的倒下，一次次的爬起，最终完成了这绝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，鬼杀小队的队员无一人阵亡。这一战极大的鼓舞了鬼杀队的士气，打破了100多年来鬼杀队和鬼之间的焦灼状态。时间的齿轮再一次转动了起来，相反，鬼杀小队的胜利无疑给了鬼沉重的一击，似乎是嗅到了这一战背后的危机。鬼王无惨向上弦的鬼发出了紧急召唤，一顿敲打后悄然而去，留下了一众惶恐不安的上弦的鬼。上弦之六的死，无疑给这群成天高枕无忧的上位者敲响了警钟。可以想见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鬼杀队必将迎来上弦鬼们的猛烈反击。大战风起，一触即发，接下来的剧情绝对不容错过。废话不多说，跟着33一起进入剧情环节。嘿，这是哪里？艳阳高照下，雀啼鸟鸣，花香幽谷，温暖的季节，舒适的天气。炭治郎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中出现了一位他从未见过的长发男人，另外一位似乎有些熟悉。哦，对了，是因为自己与他有着7、8分相像。从二人的谈话中得知，这长发男人只是寄居于此，已经准备离开，而他似乎又有恩于这一家人，也是因此，那与炭治郎有着7、8分相像的男人依依不舍地挽留着。只是这长发男人却并没有因此而驻足，留下了一段如遗言一般自暴自弃的言语，最终还是离开了。我没能保护到任何重要的东西，也未能完成人生该做的事，我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男人。脑海中回荡着这自卑又伤感的言语，炭治郎从梦境中缓缓睁开双眼，深刻体会到了那悲伤的情绪，不自禁的眼眶被泪水打湿。朦朦胧胧的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堆堆医疗器械，还有一阵阵消毒水的味道。哐当，紧跟着就是花瓶落地，岁岁平安的声音。原来就在炭治郎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恰巧香奈乎带着花前来探望，惊讶于炭治郎的醒来，捧在手里的花瓶落地开花。香奈乎难掩内心的喜悦，一个箭步来到床榻前，略显羞涩地说道：“你醒了？战斗结束后，你整整昏迷了2个月。”炭治郎有气无力地嘀咕道：“是吗？这样啊。”见他神志清醒，已经能开口说话，香奈乎满脸激动：“你醒了，真是太好了。”炭治郎醒来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蝴蝶屋。不一会儿，小青、小橙、小菜穗和小葵都赶了过来，一个个愧疚的都哭成了泪人儿。也不怪他们会如此过意不去，要知道当初羽随天元要带走的可是他们几个，炭治郎众人算是替他们挡下了一劫。想想也确实后怕，如果当初他们几个真的被羽随天元抓去执行吉原花街任务，此刻恐怕已经是凶多吉少。一顿闹腾后，炭治郎想起了鬼杀小队的其他成员。善逸在回来的第2天就醒了过来，前几天已经归队出去执行任务了。至于英助羽随天元并没有来蝴蝶屋养伤，大战之后就被他3个老婆架走了，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居然还能自行离开。看着他那若无其事如山峦一般庞大雄伟的身躯，引得一众人全都被他吓傻了。伊之助呢？怎么样了？想起当时他的伤是最危险的，炭治郎忍不住开口询问。提起伊之助，
众人脸上流露出一丝后怕之色。小葵梨花带雨地说道：伊之助先生状况很糟，因为毒素延迟了呼吸，止血的效果也……听他说的这么严重，炭治郎表现出深深的担忧，却又一脸疑惑地说道：是吗？那这个天花板上的伊之助显然是我的幻觉啊。听他这么说，众人抬头望去，果不其然，一个戴着猪头面具的身影映入眼帘，顿时吓了个半死。还真是应验了那句俗语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伊之助的到来再一次点燃了房间里热闹的气氛，嬉笑打闹之余，众人拿他开起了玩笑。因为他身体对毒药的天然抗性，据说蝴蝶人把他比作是一种叫蜜幻的外国柚，一个很随意甚至带了些玩笑的比喻，却令伊之助好生兴奋，总觉得这是一个无上的荣耀。欢乐的时光总是令人羡慕的，只可惜炭治郎刚刚醒来，身体正处于虚弱期，实在没精力陪他们这样折腾，不一会儿就睡了过去。大伙儿这才安静下来，就连平日里最闹腾的伊之助也出于对炭治郎的关心，静静地陪在床边。就这样，在众人的关怀下，只用了1个星期，炭治郎就复活了。伊之助也在这时恢复到了最佳状态，顺利归队。这样的速度着实把其他人给吓坏了。当然，炭治郎依然没有达到归队的标准，身体虽然已经没有大碍，只是这一次的消耗着实有些巨大，身体像是被掏空了一样。好在蝴蝶屋的诸位小花一直陪在他身边，竭力帮他做着各种各样的复健。随着身体状况越来越好，急于归队的炭治郎又开始为日轮刀犯起了愁。话说，在吉原花街一战中，毫不意外的，炭治郎再一次将钢铁种为其打造的日轮刀弄坏了。提起日轮刀，小菜穗支支吾吾，表现出一丝尴尬。小青在一旁神色一变，弱弱地说道：钢铁种先生来信了，你要看吗？炭治郎兴奋地打开了钢铁种先生的来信，只是下一秒整个人都呆掉了。钢铁种先生还是那么直白，皱巴巴的信纸上写满了愤怒发泄的言语：没刀给你，不可原谅，揍死你！这下糟了，看着那一页页散发着暗黑气息的信笺，炭治郎表现得异常尴尬，脸都快哭出水来了。小青、小橙和小菜穗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慰着，只是炭治郎仿佛是真的受到了信笺上的诅咒的影响，整个人完全陷入了阴郁状态，脑海中充斥着碎碎念，一时间失了方寸。刀坏掉是常有的事啊，但是钢铁种先生是个乖僻的人，要不要去村子里看看呢？见面直接说应该会好一点吧。听到这里，炭治郎一个机灵回过神，疑惑道：村子？什么村子？小青解释说：就是断刀师傅们的村子啊。炭治郎神色一震，满脸期盼地追问道：我可以去吗？原本只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主公居然真的答应了他的请求，而且安排了影前来为他带路。只是这规矩有些多，不仅要戴上面罩，还得塞住耳朵，最后连鼻子都没放过。原来是因为断刀人的村子即使在鬼杀队也是非常隐秘的存在，为了防止鬼的袭击，知道村落位置的人屈指可数。所以说，虽然同意了炭治郎的请求，却也做出了防范措施。就连负责引路的影也不知道完整的路线，因为每跑一段距离后，就会将炭治郎交给下一位影。不仅如此，路线的顺序和影的成员也会频繁的更换，而影只是由乌鸦引领到达下一个影的位置。同样的，这些乌鸦也会频繁更换。由此可见，鬼杀队对于断刀人村庄的重视程度。据说主公产妇要在的府邸好像还用了比这更复杂的方式隐藏了起来。不得不承认，这样的方式确实是必要的。毕竟鬼杀队所面对的是那些可以蛊惑人心的鬼。就这样，不知过去了多久，不知更换了多少位影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在摘下面罩的那一刻，炭治郎怀着激动的心情睁大眼睛，迫不及待的想要一睹这神秘如斯的断刀人村庄的真容。哇哦！等到那成群高大雄伟的建筑物映入眼帘，炭治郎忍不住惊呼一声：好厉害的房子，而且这味道，附近有温泉吧？引路的引关照一句后就离开了。炭治郎感谢的声音响彻云霄。
惊到了兔，吓坏了鸟。一位正在泡着温泉的客人也被他这独特的声音吸引了。听到一阵道谢的声音，是谁来了吗？有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呢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。眼前这位香汗淋漓如出水芙蓉一般的大美女究竟是谁呢？为什么炭治郎的声音会令他感到无比的激动呢？为了获取日轮刀，炭治郎不远千里赶到了断刀人的村庄，准备面见钢铁种，当面向他表示歉意。只是以钢铁种的暴脾气，炭治郎究竟能不能得偿所愿呢？我是猫咪33，下期不见不散。